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。这饭好粗哦！鳗鱼的生鱼片，鳗鱼没吃过生鱼片没有？好 Q 哦。我这个也不能乱挖哎，我这个好粗哦，几乎都不敢挖到。他就一直从旁边，最好把那个土用上。对。哦，不知道。啊，你看这样断了一个就很可惜了。蛮快，其实蛮快的。哇，我这边太扯了吧！我这已经刷新我的三观了。直接让吃吗？对，鸡蛋也是甜的。赶快喝一口，赶快喝一口。哎，你游过去？没有。韩国西海岸之旅，我们一路由南向北，终于来到最北边的行政区仁川广域市。而说到仁川，相信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肯定是机场的所在地啊。不过不说你可能不知道，这里不但是韩国最佳的人参产区之一，海域内更分布着100多座岛屿，海洋资源非常丰富。只要走一趟这里的海鲜市场，你就能明白了。这边风也是很大。哦，你刚说那边靠比较北边，对，然后风这样一路这样灌进来。这边叫做苏来浦海鲜市集或市场都可以，整个鱼市场，有点像基隆的那种，也富基渔港的概念，有一点那样类似，对，但是它这边更。整个腹地更庞大一点，更大。对。然后这边其实来说玩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要去鹿良津，可像这边今天来这边，现在都已经来到仁川了。对，这边呢其实就是比较多是当地人，而且刚看比较少游客，几乎都当地人讲韩文。今天礼拜天嘛，对，今天礼拜天，所以就携家带眷来这边，对啊，海边在港边走一走啊，然后那边就有港口，然后旁边就整个都是海鲜市场，对，吃什么都好，吃什么也都多便宜。来到仁川想吃海鲜，苏来浦口综合鱼市场绝对是最佳选择。不但空间干净整齐，停车方便，更有规划拍照打卡的空中休息区，可以欣赏城市和港区的美景，可说是一举数得啊！它基本上都是很巴掌大，对，巴掌我的手很大。这边也是很多干货，蛮多的。他们干货会烤着吃，直接像一夜干，就直接烤，还要烤。没有，它这个其实算生的，它只是把它风干而已。这饭好粗哦！这个汁一般怎么卖？ 이거 뼈채 먹는 거는 키로에 3만 원. 이거 뼈로 먹는 거고 회로. 이거는 구이. 구이는 3만 5천 원 키로에. 海鳗吗？ 이거 하나야. 계단장. 海鳗一公斤3万200，1万是230嘛？对，3万等于是690。对，1公斤690。鳗鱼的生鱼片，鳗鱼没吃过生鱼片没有？我们台湾一般吃鳗鱼就是吃烤啊，烤鳗、炸。对，大部分就这两种。鳗鱼它竟然连骨头可以吃哎！对啊。 3만 5천 원. 3만 5천 원. 对，这样子35000块。对 ，OK， 好，35000。하시면 떠요? 네, 감사합니다。 说到鳗鱼，在韩国也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佳肴，不管是河鳗、海鳗，统统吃得到。尤其是这道海鳗沙西米，更是不能错过哦。直接吃了，我帮你拿这。好。他们很贴心哦，这个是外带酱，外带盒，然后双酱，直接都给你了。对。你不觉得它很像？太烫了。我们刚才讨论什么？旗鱼、鲷鱼生鱼片。对，酱油。 好脆哦，好 Q，然后又脆，很弹，甜，它其实油脂蛮厚的。你这样咬，它慢慢舌头、嘴巴的温度把它那个余温啊温度升高以后，就是那个油花的味道。
蛮像，但有一点微微的刺，我知道是小刺，微微的。它有那个就是你吃鳗鱼饭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有一点微微小刺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口感真的很像那个鲷鱼或旗鱼，它会让我感受到我们在吃那种煮熟的鱼，那个肉的分离感。哦，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跟生的，对，生跟熟之间的那种分离感，有点汤霜过后，你是可以吃得出来。因为通常是生的，要么就是很脆，对，要么就是最后会糊在一起，对，它是介于中间，然后都有之间哦。它前面会先有一点脆，有点弹口，那后面吃起来后又很像这样讲，有肉感，对，有肉感。好 Q 哦，我觉得辣酱偏甜一点点，就不是辣的那种。他们这种就是他们吃韩国吃的，他们这算海鲜酱，专门沾那个生煎的。这个刚好没吃。可以耶，好吃，好吃。对啊，放进去之后，其实那个甜味是 double， 就你可以分得出来。因为它的那个鱼的那个肉质感跟香味蛮明显的，所以那个辣酱是没有办法取代那个鱼的那个香味。不管哪一摊，只要选好你看中的鱼货，店家就会现场帮忙处理得干干净净，全程公开透明，让大家逛起来既开心又放心。连咱们最道地的韩国导游都吃得津津有味呀。李哥下的酱很澎湃，李哥小心吃到这个还是有小刺哦。你们都这样吃？哎，来吃了，너무 많아。太大口了，太大口了 ，too big。那女孩子要幼小。对呀。哪些生？要这样吃哦。好想吃吗？要小心那个刺哦，我看起来就知道很喜欢。不用。你跟你们真的都这样吃生鱼片吗？不是一片一片吗？都是这样吃吗？他喜欢大口的吃就对了。你认真是真的吗？李哥之前吃，他的确也会都比较大口、比较豪迈的吃。我们拿吃的不开玩笑。是每个人都这样吗？还是只有你？没有，男生比较容易，像姐姐她就是还是会一片两片这样比较幼小的一点吃法。男生他们就会一大片鱼啊，像之前李哥炸鱼啊，菜一大块这样的放在2、3个这样子包，然后夹一坨，然后直接塞。好，你希望是说这样我这样子一片一片这样吃的。对。因为网络影片喜欢这种饱饱的感觉，因为你看我认识李哥10年，对，每一次吃他都这样吃，面、饭、烤肉、生鱼片什么，大口塞，然后每一次嘴巴一大口，不嘛。北方人的直率豪迈果然一点都不假。不过除了鳗鱼之外，还有这款韩国人必吃的鱼种，同样值得一试。还有好多种，这是我们刚才看的这种大的。这个也是吗？这个也是吗？应该都是吧。养殖。养殖的，黑的，两边是黑的。你看差很多哎。자연산。哇，白哦。这是自然的。对。他们这种一般都怎么吃啊？요것도 자연산. 롤레미. 石斑。롤레미. 도레미。吃生鱼片。可以吃小的这种嘛？这个好啊，那吃吃看这个1公斤。好。李哥你很开心。李哥，比我们还开心哎！怎么有人比我们还开心？一般感觉像是日本料理店啊什么，台湾可能都是吃这种大的皮鞭啊或什么，就我们只要1斤就好。他称到1公斤。姐姐刚才抓了是送吗？对啊，他是傻逼。真的好，谢谢，감사합니다。哇，抓了好几个那个海鞘。我们这个拿到外面去吃嘛，这边比较好。原来桌子是自己拿，桌子都自己拿。那我拿这个好不好？能让我拿这个？100次可以。好，卡太紧。不拿这个。好，有你帮忙真的是轻松很多哎。不要谢哥，事情有什么好谢？对，真的没什么好谢的。滚。太接地气啦！海港边直接桌椅刷一排，一切 DIY， 不但可以自己选择海景第1排，还多了一份亲切感，海鲜吃起来也更加倍美味呀！没有想到整个鱼市场外面还有像这样子的空间，就专门给你
来吃生鱼片啊，来聊天，坐下来。而且你看他们很好，他们就是自己把桌子搬好，吃完以后会清洁干净，东西收好，对，然后再离开。公德心，保持这个环境，没错，把桌子也收起来。看，对，这种感觉很好。你看后面又一堆鸥，一堆海鸥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比目鱼，比目鱼，先吃看小的，对。啊，等下再吃这个，好不好？先吃这个。哦，这个姐姐切得很薄呢，切得很漂亮呢。比目鱼还带一点点的微小皮，你先吃。好。很脆，然后吃的时候，它中间那个刺啊，一样完全没去掉。它没去刺啊？嗯，中间这边。对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但蛮甜的，甜的是？它是比目鱼的本身的那个香气。好，我自己蛮喜欢的。小块买了。嗯。你是不是瓦萨比会沾太多？好脆哦。嗯，很脆。刚一咬下去就知道，真的感受到那个骨头。对，有趣的感觉。小刺，但是是甜的哦。嗯。我发现好像新鲜的那种海鲜，你知道一直咀嚼，它都是甜味会出来的。嗯，鲜甜的。但是你说那个鱼的腥味是完全没有。没有，不要再沾酱油。海参长这样，各位。海参基本上台湾好像不太有人吃这种生鱼片，是吗？好像没有哦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发泡，然后就是不会这样吃啊。对啊，它会发泡，我们会通常要煮熟吃。好，来，咬一咬后，你就咸再加这个。哦，感觉怎么样？很脆，有点章鱼的那种脆感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比较像更像鸡软骨啊，它那个海参的味道，也没有很明显，没有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，海味，它就一个海水的味道，海味，对，有一点点咸，所以我给你这个就是你可以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包着吃，就会这个会把那个咸味冲淡。这个咸味我还 OK 哦 ，OK 啊，对我这个咸味我还 OK，这个是海鞘，表面长得有点像木耳。红色的木耳，对它的那个纹路又有一点像香菇，有一点有没有？好，它这个有点像贝类，有了，它的味道比较浓哦，对，它味道比海参浓，它有蛤蜊的香味，对，蛤蜊的香味，然后但它的皮没有那么脆哦，它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你会以为它很脆硬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它是有口感。它很像鲍鱼旁边的那个唇那种那个唇的感觉，就咬下去非常好咬，然后很鲜，对，棒。除了海鲜之外，要说到仁川的另一样特产，肯定非人参莫属。因为这里的江华岛四面环海，气候适宜，加上具有微沙质土壤的特性，自高丽时期就已经开始栽培人参。其实一般来讲，就是这个气候啊，或者是纬度来讲，对，就像韩国的这个江华岛跟景山这个地方是。它位置还蛮不错的地方哦，就这个开成这个到江华这个区域是最好的。然后这一带是四季分明嘛，然后所以这边的产量的部分呢，应该跟其他地区来讲是会比较最好的地方。但江华岛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郡，它的宣传力不够，对。但现在它仁川广域是把这边全部都包着同一个行政区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大家开始做宣传，开始慢慢知道。但是一般我们韩国人来讲，对，江华岛这个地方采人参很有名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只是对外国人来讲，就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里参埔对吧？对。从这个参埔里面，我们这个叫做人参，对，就是原始的就叫做人参嘛。对。我们一拔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分，对，这个专用名词来分，那就是我们刚拔出来跟萝卜一样的，对，我们叫做水参。水参，含水量比较足的时候，水比较深的。您所说的我们在街上卖的那个东西了，那个叫做干参，就是干干的。哦，晒干了啦。哦，水不深。摘不？摘。然后呢，我们用蒸的，对，蒸的，然后这个叫做红参。一点就厚不？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大部分都是说人参，但是这个人参，你把名称或者是它的种类分细的话，对，我们就说刚拔出来的叫做水参，不要讲话啊。然后呢，干的叫做干参，我们正的叫做你们所知道的红参，别讲话叫做红参，知道吗？介绍完毕。
要不是李哥的说明，还真不知道人参有这样的名称和分别。当然，也要趁着这个机会，看看韩国第一的人参田有什么特别之处。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. 예, 감사합니다.先进来，先进来。우와. 错，哎，这个是小心头，小心头。哇，这人参我第一次看过长这样的，因为这边有点窄哦。对。 아, 인삼이 좀 음지 식물이라 이제 햇빛을 많이 받으면은 이게 삼이 잘 안 자라요. 所以太阳不能直晒。 그렇죠. 对，不能直晒。 직사광선을 一般呢，你大概假如说要真的晒太阳的，大概10分钟、20分钟，那在20分钟以上的话，对，它的叶子就会变干干的，就会变死掉。我吃哦，快死掉哦！ 이제 또 여름 뜨거워지면은 이게 요거를 밑으로 또 내려줘요. 이거를 夏天呢，这个太阳更大的话，它就把这个黑布啊往这个布下面再铺上去。哦，所以夏天也要，就它2层啊，因为夏天太阳更大嘛。太大了。夏当你它这个大概是几年的？这个几年了？ 몇 년근인가요? 요거는 5년근이야. 这是5年根嘛？ 5年根哦，5年根可以采哦。 5년근. 就有一朵花，下面代表就是人参一根。 예. 산삼이든 어디든 다 꽃이. 예. 산삼도 이렇게 꽃이 달려 있어요. 对这个，因为但是这个花了，对我们自己个人养殖的时候呢，有开花的把这个花弄断掉，这样子它会继续会成长。哦，养分就不会到花上面了。但是刚才小刚说的一样，就是我们说一般的种的人参呢，或者是野参，对，这个叶子里面你有看到这个花的话，大部分应该是人参是没有错。 他说不能拉，不用单掉，只是把那个前面的头给它。这有点像采茶啦，这种我最会了。这个啊，可以丢进去变成肥料吗？ 아, 보통 이거 이렇게 따가지고 버려요. 밑에다가 버려도 되고. 就在下面。 네, 이렇게 요런 데다가 그냥 바닥에다가. 水沟。 이렇게 버려 바닥에다. 哦，我想说这可以变肥料的。这也蛮快的。OK 啦，好不好？不是太难采，它一直断了。在这个地方这样一直弯腰。 我完全没有挺直过，至少在高一上起来上面没有对啊。哎，其实这个遮的蛮舒服，遮的至少不会直晒啊。对，夏天不得了。果然隔行如隔山，拔没几朵人参花，我和君伦就已经腰酸背痛，而想看到深埋在土里的人参真面目，更是得徒手开挖。 원래 채구 이렇게 채구라는 게 因为现在啊，不是那个现在特地给这个季节，还不是产季，还不能收成的季节，给台湾朋友看，所以他就先给用手。哇，감사합니다。我这个也不能乱挖哎，我这个好粗哦，几乎都不敢挖到，他就一直从旁边，对，旁边一直去想办法挖，想办法挖。然后人参就是它的完整性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它的完整性这个当然。 所以你看到它如果这些须有没有，尽量都要留着， 이건 필요 없어요. 尽量都要留着。 어느 거? 필요 없어요. 哦，不行哦，是不是不敢动手，对不对？对哦，我超怕，我的嘞，一动它就毁了。这可不是像螃蟹弄断螯就可以解决的。所以社长，你们在采人参收成的时候，一定只能人工采，对不对？ 아니요, 이게 기계로 해요. 아 기계로, 他们用机器来弄。用机器采不会断吗？ 机器拔更不会断。 손으로 풀어주는 거지. 它是整块挖起来，我知道，因为机器够深。哦。啊，对。它的从最深的地方把它整个挖起来，挖起来之后那个又不一样。哦。所以就可能它只要散土就好，把那个土用散。对。哇，不知道。啊，你看这样断了一个就很可惜了。我记得它这样断会影响到价钱啊，什么整个卖相啊，都会有差。지금 이거는 좀 덜 자란 거거든요. 要拔出来吗？不用。 6년근 되면은 아마 이만해져요. 假如说这是6年生的，会更大。对。那个地里面的也拔出来了。它这个根留在里面的那个就没用了，就没用了吗？那个이거는 먹어도 돼요. 啊，我吃，但是可以吃。可以吃啊。这个最棒的就是因为。它不是我们弄断的，对，难怪你那么急的想要。对，来，是社长自己弄断。来，哦，那个香味，对不对？我稍微把那个泥土剥掉，人参香，水参，真正的水参。
哇，감사합니다。社长本来前面还讲说，哦，这个还不能挖，这个都不能挖。一开始拍的话，自己就挖了一根给我们看。听社长说，人参品质的好坏可以从非常多的面向来判断，不管是外表、肉质、形态、瑕疵等，都有一定的影响。就连采收后的加工环节也一样不能随便，也难怪人参的价格始终居高不下。拔断，我们把那个皮泥巴弄掉以后，对，你看这个断面。其实跟刚才刚拔断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变干了。对啊，它水分很快，就不像刚拔断的时候那个有点光滑水的感觉。现在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干了。对，很奇妙。人参有时候，人参那个状态，对，人参谁拉 V？ 来，过来，谁看？来，啊，不是吃这边，人参啊。哎，这钢刷呢？它不是一般的牙刷，它是用钢刷哎。这个很粗啊，750公克，6万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。脆的，这样。哦，很切面。哦，手，너무 맛있어。很小，진짜。哦。是光的，他说已经现在是应该苦的时候，你是好。现在才开始苦，我咬到现在那个人参才开始苦。我比较怕苦了，所以我就不是，你知道它刚但是有甜啊，它刚咬进去的时候，就像萝卜，它有一个涩味在，对，然后鲜出来很快是甜味。这样我们还可以再送回去吗？다시 심을 수는 없고 이제는 요거 뺀 거는 그냥 먹어야지 뭐. 这个把这个放进去。啊，太可惜了。没事，张长，社长对，这种我们帮你们处理掉。是不是这么珍贵的江华岛人参怎么可以浪费呢？当然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就算不同季节来到这里，也有专门的人参市场，可以提供各种人参产品让大家选购。你看，这个只有这个它在清理呀。안녕하세요。啊，这个现在是在干嘛？是从政府刚拿过来的关系，就是它的土比较多一些，所以给它清一下。哦，这钢刷呢？它不是一般的牙刷，它是用钢刷哎。是钢刷啊，这个像这样不会刷伤它表面吗？姐姐说不会刷坏。它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硬的，然后轻的话就不会没有。不用让它伤，轻就好了。这个很粗啊。这个750公克，6万。750公克，大概3左右。对，1300。196 gram。15680。哇，这一根360块左右啊，这样一根。哪些是可以现场吃的？有可以现场吃的吗？这个怎么那么像那个？这6年生做的，那个什么乌鱼子切片，很香哦。有点硬，干柿子的口感，但是是人参的味道。它这个也可以让小朋友直接这样吃，大人吃起来就不会那个苦。哦，这个味道像什么？以前我们吃那个昆布糖，有没有？它不是糖，但是是昆布的，然后小小一包长长的，然后咬开以后很像吃起来，然后黏黏的，但它很像昆布的那个味道。哦，它味道比较重，这个反而中药味比这个还重。对，这个中药味比较重。刚才吃这一片压压惊。OK， 那个味道有点浓。啊，감사합니다。我们来看一下军伦的表演，弯下，下，哦，你会看着阿姨也在那边跟你弯下。它就很清爽，很 light， 对不对？讲话，对，它很清爽，然后它这个凉凉的，然后没有甜味，但它的有一点生味，但也不会苦啊。我是觉得不苦，我对苦比较敏感，一点点涩，一点点苦，因为它毕竟是它萃取的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没错，吃的苦。担心我这个没有人参苦。
其实说到江华岛，不但物产丰富，更有许多特色景点，一定不能错过。喜欢挑战的朋友可以到江华海边度假村，里面有首尔近郊最长也最刺激的斜坡滑车。哦，很可爱，超 Q 的。对，但我们出发前还是要有一些安全的须知，就跟你跑卡丁车，对会有教练教你。他说1、2、3呢，你就全部都拉到自己最底，全部好。放你自己身上，1、2、3， OK。 네, 자 지금 자세가 가장 중요한 브레이크 자세예요. 身体往后躺，身体跟着往后躺。刹车的姿势。 조금만 풀어서 앞으로 따라와 보실게요. 先放松一点点，让往前面走一点点。对，走。왼쪽에 있는 벨리 코스 상사가 있는 스피드 코스입니다. 那左边的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地方。哦，陷下去。哦，有2条路线呢。 斜坡滑车是源自于纽西兰的户外冒险设施，靠着斜坡产生动力加速度，进而体验竞速所带来的刺激感，是一项老少咸宜的活动哟。哦，有哦，不要一直维持在中间，对，要这样慢，要这样哥，要这样，对，不然会越来越慢。有没有？哎，哇，他这个转弯危险呢！可以转啊，你的手可以转啊。蛮快，其实蛮快的。刹车，要配合，要放。这个跟地面好近，好喜欢哦。啊，跟地面好近哦，好像跑卡丁车。发现也不能太快，他这个360要掉了啦。我赞啊！这个360，360，这样行啊！你这3八了，这样完了，好不好？86，好，还行。 这个弯度可以哦，这个弯道可以哦。快！现在各位，那后面是怎样？挡风。你看我的360哥。小心！你先。360一点都不3点。到了，怎么那么快？没想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玩呢！不但有飙速的刺激感，更有操控过弯的成就感。全长1.8公里，更是让大家滑好滑满。OK， 哎，他这个我的360啊，我告诉你，整个过程都在跟360搏斗，我都在跟他对抗。但他速度快的时候，其实好快，其实蛮好玩的，而且它很多是法夹弯，你其实要陪练，但是它旁边有2个那个橡胶条在车子底下，它会让你会帮你刹车，对，它自动帮你刹车，你没办法再。然后那个屁股啊，会因为你一路太近了，会一直咚，对，屁股很痒。而且我很担心你那360，你会摔车。我就一直拿，然后一直用这边扣这样360，我变这样开车，一个爱心，就只差这边要过来，变这样。它那个中间过程，因为它只有维持在中间，你才能加，它速度才会自在。你只要有一点点或一点点，它都是刹车了。然后你在过程中啊，你要转弯什么，你都会不自觉拉到一下，就会减速。真的蛮好玩的，对，我觉得蛮刺激的，对我来说算蛮快的哦。其实蛮多小朋友也在骑，对，所以这个老少咸宜，真的很好玩，蛮棒的体验。其实不止现代设施，江华岛的历史也为它带来许多养分。就像现在我们要去拜访的这家咖啡厅，就与江华岛的过去有着很深的渊源。这边很没有东西耶。对啊，你看这方向是朝这边没错哦。右边啊，这是什么？还是关门的没了。这个铁板，
他有写啊，1933。对啊，到了。这个啦，这个门，好特别哦。它这其实进来以后很多，它这个以前其实是一个纺织工厂。纺织哎，我朋友说他们一定要来这边，就是因为它早期是纺织工厂，所以对建筑啊，很多像那种厂房有没有？对对，器具还在，但它大部分把它改成有点像文创。哦，对，然后让大家来文创区了啦，有一点类似现在这种感觉，也有一点完美打卡景点。对。我你看很多那种老旧电话。原来江华岛早在1970年代可是韩国最大的纺织生产基地，纺织业的自动化更是从这里开始。当时小小的岛上就有60多家工厂，虽然是过去辉煌的一页，但现在也可以透过纺织咖啡厅和织物体验馆感受当年的空前盛况。这几个都有上榜，都是人气。1、2、3，哇，可这边4个都上榜。哇，这边太扯了吧！哇，全部都艺术品哎，之前大的工厂。我这已经刷新我的三观了。我傻眼了，什么意思？谁都可以做，漂亮哦，都可以做，可以做哦。坐哪？我根本地方坐。我们做这个好不好？好。理发椅是传统理发椅。来，坐。进得去吗？来，请上座。请坐。来，今天呢，我想要，今天要什么？刮个好，来，不要动啊！来，哇，这边好特别。你坐哪边？我坐这边，你坐这边。这边几乎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的风格。对，你一个转角就感觉像是，这很像一个超大摄影棚。对。哦，这个转角就是这个风格，这个转角可以这样拍照，而且外面完全看不出来。对，我刚我们中间走那一条。很像那个伸展台，对，皇室 K-walk 是会坐在那边，女皇坐在那边，对。然后我一直在看它的天花板，我喜欢它的，对，他把以前这应该是以前木造的纺织业木造的对工厂，然后留下来，对，然后保留，然后他把一面全部都变成有点像是透光的。太壮观啦！咖啡厅内外就像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也难怪是仁川近期最夯的景点。而除了江华岛之外，再往北走的桥洞岛，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特色与氛围，很特别哦，有那种有一点乡下那种淳朴的感觉，对，是因为以前这边是没有开放的。我这边不开放，这边算是为什么？军事禁区，这边这个岛旁边就38度线，对，蛮近的。对，这边他们假日的时候啊，对，很多人会骑重机，有没有很多台重机？它就算是一个重机的咖啡厅啊，大家会骑重机在这边集合啊。男人的梦想，像这种有没有都是复古的？哇帅，很帅，这才帅吧？这个在台湾，在台湾好像没有办法直接这样上路哎。你除非领特殊牌，可是它一般这样子2个你连在一起，一般你不可以直接上路，也不可以载人。质感很好质感，这个质感最赞，这个质感最棒，保存最好，有点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衣服有点旧。你看有美式的，好多各式各样的。안녕하세요，安妮，大概也是有 new car，BMW 小鸟700。说到咱们朴大哥，大家应该还记得吧？他可说是我们此趟韩国之旅最强的交通后勤支援，不管4轮还是2轮，通通难不倒他。不过大哥先说不要急着出发，一旁的大龙市场拥有最传统的韩国氛围，不去感受一下那就太可惜啦。这边呐，一踏进来就超复古。对啊，哇，好重的，全部都是，这个是。好重的药味，这完全没有咖啡的味道啊！这是咖啡店吗？李哥说是这间啊，这很像中药店哎。哦，对啊，这边是传统咖啡厅是不是？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茶呢，叫做双鹤茶。但它那个图上面有2种，一个是有蛋黄。一个枸杞，一个是红枣茶。哦，那我们各一个好了，各一个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很像，我想以前看那个韩国电影，然后韩剧那种，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。
然后你小时候我还没生哦，对对对，你小时候我还没生，对，就是我小时候那个年代，比方说70年代，西餐厅是很旧的西餐厅，哦，这样子，类似那种感觉，好吗？有一点点。原来这里是韩国传统的茶馆，因为以前的男男女女都会在这里约会，氛围就像现在的咖啡厅一样。不过卖的东西可就完全不同哦。这看起来这个超像中酱汤那种。这个应该就是中药吧？对。鸡汤吃吗？对，鸡蛋也是甜的。赶快喝一口，赶快喝一口！哇，冲击！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 dating。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跟咖啡也没什么关系。哇，我的这个里面还有鸡蛋呢，一颗蛋黄啊，所以我这蛋黄是要用碎吗？要直接吃的，还是把它搅？哦，直接吃。我直接吃啊，一直嚼了，不敢喝。我也喝喝看，哇，很浓。这个闻起来像中药，喝起来没有中药味，一点点很淡，它是红，还有点像枣泥的味道。哦，这个甜的，甜啊，我的也是甜的。鸡蛋赶快直接这样吃啊！鸡蛋也是甜的，直接这样吃吗？对，鸡蛋也是甜的。赶快喝一口！你没有吃过半生熟的蛋黄吗？有吧？应该 OK 吧？哇，冲击！哦，那个蛋黄跟甜怎么可以摆在一起？然后比方说那个什么饼啊，什么里面也是有咸鸭蛋啊什么，然后咸甜的。这个这味道很特别的，虽然它是中药，但是是甜的，是我不会觉得不会是单纯药味，不是苦味了。它上面还有一些坚果啊，哇，它这个人参味很重哎。它这里面有加人参吗？没有人参啊。这个是不是有木耳啊？哇塞哇！我知道为什么他会说咖啡，因为它颜色就像咖啡，其他就没有关系的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那不然就是以前人早期老人家们还喝不惯咖啡，对。但是这种形式的这种形式的，像咖啡厅这种形式的店，已经开始传进来了。然后你有咖啡，或是喝不惯的就喝这种中药茶，因为你看下面都是很多中药材。韩国是一个非常讲求健康饮食的国家，也是因为战后为了补充营养，所以开始流行喝双合茶，搭配怀旧布置的茶馆，倒也是体验异国复古生活的一种方式。不过市场内好吃好玩的可不止如此哦。这种就是要选那种最简单的，这样子才赢啊！客的顺便。Slowly。哇，鱿鱼游戏哦 ，easy， 要先等它融化才可以快一点。哦，很快，融了。And then the soda。这，够快，转得够快。OK。快！这东西啊，很考验自己的那种功力，煮菜的功力哥。对。平常我是有在搅蛋的。小豆你就涂下了。筷子这不要放。OK，come on， 快。Yes， easy。Push down more sugar。用力一点，压用力一点。OK。Put the shells in the middle of the and press down。我这个一定赢啊！他这个输的话，我就游过去。好，对，开始。他舔过。这个东西我告诉你，你玩过吗？你之前有玩过吗？那个时候鱿鱼游戏。当然。好嘞。你游过去？没有。哇，破了。游过去。哇！
因为它好快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圆形其实不一定最好用吗？因为圆形你看它整个你要弄的这个面积一圈啊太大了啦。对，三角形其实最好用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鱿鱼游戏那时候戏播出来之后，还有人研究你要选哪一个是最好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压下去的时候啊，对，要压用力一点，所以压太大力了啦，就要压用力才饱啊。听老板说，原来碰糖也是出现在战后的韩国，因为经济下滑非常严重，冰淇淋或巧克力等甜食又非常昂贵，因而出现了这种既香甜又便宜的甜点，到现在仍然不退流行。但市场里好吃的可不止这一样呢。大腹，一大颗哎，大腹，它现包哎，我们可以吃一颗。柿子，它那个是柿饼，这个是柿饼，它的草莓太大了吧？哇！我贴吧。This one, and this one, yeah, just 太大了吧？对啊，它的草莓超大颗，这个它真的就是像这样子。柿饼第一次看到，对我也是，可能因为韩国啦，韩国他们很喜欢吃这种柿饼。其他的特别好，它柿子好漂亮，包的我还没吃过，我也没吃过。它晒干晒得很漂亮，晶莹剔透。他们那边也是放网子吗？没有，他们那边你根本不可能靠近这个地方，不可能靠近这个边界。为什么？那边全部都是地势的，然后一下大一段时间根本就不可能靠近，好危险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定。很好吃哎，还蛮特别的，而且不会甜。它其实甜味来自红豆，它柿子没有想象的，柿子是它的香气，后面的那种香气，然后还有一个脆口的口感，很搭，非常搭。看似简单的大龙市场，没想到这么好吃又好玩，也难怪一到假日人潮满满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再跨上重机，享受桥洞岛的淳朴田野风光，绝对是再惬意不过了。大家应该会有机会沿着38度线，对，这样沿着海骑。还早上还蛮冷的，早上那时候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比较。对，现在太阳出来，再加上那风，很舒服了，非常舒服。真的，你只要骑车真的才可以看到这边的细节啊。对，来到乡下就好亲切。现在在那边看感觉也不一样，真的，跟之前在另外一个38度线看也不一样。跟从北韩看过来南韩，对哦，你说过你有去，对，我去北韩，对。然后从他们那边来看过来经过，他们那边也是放网子吗？没有，他们这边根本不可能靠近这个地方，不可能靠近这个边界。为什么？那边全部都是地势的，然后一下大一段时间根本就不可能靠近，好危险。沿着南北韩分界的38度线，我们一路骑乘机车，向着桥洞岛离北韩最近的望乡台前进。没有任何军事氛围的紧张感，只有自由的旅行节奏。同时，也宣告咱们这趟旅程——韩国西海岸之旅最终的目的地即将抵达。这是北韩，打战的画面，这是打战的。那这个是现代的北韩的，这边不知道是北韩哪个。我看那时候还有那个鸭绿江，还有那个路桥，特别酷。可是我上刚刚经过那个桥，好快。那这边应该也是北韩哦。可以看的。很近哎，我看到了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定。我看到车啊，真的车在开啊！哦，这个真的好近哦，太夸张了啦！哦，这个很扯啊！爱的迫降真实版就在你眼前。
他们农村生活，然后很多都是军人穿军服，其实你分不太清楚到底是军人还是农民。对，出来。 感动的歌声对当地人而言是思乡的情怀，对我和军伦来说却是满满的感谢与回忆。感谢最强的后援部队，让咱们两个可以顺利完成这一趟自驾旅行的体验。感谢一路上带着我们了解韩国、感受韩国、享受韩国的大哥大姐们。透过节目，我们也将这满满的回忆与大家分享。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走出一趟属于自己的深度旅行。 겨울바람에